感冒久治不愈，一咳嗽就漏尿怎么办？相信有这样症状的朋友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去年大家很多人都阳了以后，陆续就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自身的困扰，特别是很多的平时就气虚的人，还有一些就是老年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出现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病机，然后我们再寻找治疗的方法。什么样的病机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人体的这种脏器要维持它的稳定，其实需要周围有很多的组织韧带来维系、来悬吊、来承托。而我们这些脏器维持稳定的这些韧带所附着的我们的腹腔也好胸腔也好这外周的这个躯体这个部位附着这个地方，就要有肌肉维持它的位置稳定。所以总体上来说呢，是肌肉、韧带组织固摄住我们的脏器。所以当我们出现了这种漏尿症状的时候，为什么人容易出现漏尿呢？是因为这个盆底的这个部分是空的咱们现在每天坐在这个凳子上的时候，您的臀部它是一个盆的底是空的，是有前阴后阴从这儿往下排泄的，所以这个部位是由8块肌肉悬吊着拖着我们的脏器的底部因此呢，这个肌肉平时要进行训练，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中医里面把它叫做提肛或收缩会阴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这是一个补肾的方法，这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么现代医学呢，会把它叫做凯格尔训练很多这个产妇就生过孩子的女性呢大多都知道这个方法，也就是说通过自己的主动的盆底肌的收缩训练来锻炼这块肌肉，让它恢复弹性，或者让它加强它的力量，这样就能承托住我们这个向下坠的这些脏器那么这些脏器理论上来说它就是随着你的运动就是你经常蹦跳是吧？随着你的体重等等，它会持续的往下坠嘛。所以你的力量不够了，当你的年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这个气弱了，中医里面叫气弱了，那实际上是你的肌肉没有劲儿了嘛，固摄的力量减弱了，于是它就很容易在过度运动或者特殊情况下向下坠因此呢，我们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人大多是老年人，特别是以老年女性为主，因为老年女性她就是女性生育嘛，生育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种损伤，所以为什么产后一定要加强这个锻炼的原因。但是呢，我们现在其实也发现很多中年人没有太多的生育史的人也会出现这样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在这次感冒之后阳了以后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可能过食寒凉什么叫过食寒凉？寒凉的东西分成什么？就是温度，它是寒凉的，当然也有它的性质是寒凉的。比如说我们吃冷的东西、冰的东西，这是寒凉；我们吃螃蟹这种深海之品，它是性质寒凉，对吧？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吃的药物，特别是当我们出现高热神昏，这时候我们用一些退热药清热解毒药，对吧？这些中药也好，西药也好，特别是抗生素类的药，西药的抗生素类的药，它之所以有那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在中医的性质当中属于大寒之品对人家的脾胃的阳气耗损都非常的重。所以你看，如果你感冒发烧一下你没有吃中药，而是吃了这个抗生素类的药之后你就会2-3天食欲不振，你就2-3天乏力，对吧？这都往往会归结为就是感冒之后愈后的一种伴随症状了，恢复期的症状了。但实际上，为什么有的人说头一天还发烧呢，第2天精神抖擞的就上班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对吧？其实他就本身的底子好本身呢或者这个对抗或者治疗的方式比较好没有选择那种损己的方法、过度损伤的方法选择了一些比较柔和的或快速的方法。因此我们特别注意，在发热去除之后，你看中医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干嘛呢？叫搓热粥其实就是1碗小米粥或者1碗大米粥也可以，2米粥也可以但是不要用那种难消化的米来熬这种熬出来的浓的带着米油的粥呢，来喝上1碗，而且是温热的喝，这样的话有助于补充人体的脾胃的阳气就是既补充物质能量，但同时又补充人体的气，气足了自然就损伤就小嘛，脾胃的运转正常了，吸收也好，人体的营养精微物质也可以迅速的得以补充。所以因此呢，如果您在感冒的过程当中有过这种过服寒凉药物的过程
就容易损人体的脾胃阳气。那么脾胃之气受损了，很容易由脾及肾啊，就是从上腹腔就到了下腹腔，所以好多人呢就会有下坠感。如果你一旦有了下坠感，注意这时候抓紧时间，千万别等着，咱们就得吃补益的药物，做补益的方法。如果我们用经络穴位的方法的话，推荐什么呢？脾腧、肾腧啊，脾腧当然就对应着脾，补脾的气，补脾的阳气，而肾腧呢，正好对应着肾嘛，它俩都是背腧穴嘛，都是这个脏腑啊精气输注的特殊的部位啊。那么脾腧呢是在我们第11胸椎棘突下左右旁开膈1.5寸的位置，肾腧穴呢是在第2腰椎棘突下左右旁开膈1.5寸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图去参考，去选择好这个穴位。那么在这2个穴位使用啊，比如说艾灸呀、温运呀这样的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推荐一些常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比如说在23年年初的时候，很多朋友阳了之后都特别容易出现疲劳啊、乏力啊、出汗呐、精神不济啊、食欲不振呐、腰膝冷痛还有刚才说的漏尿等等这样的一些虚损性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推荐了2种药食同源做的膏，当然选了2种搭配在一块儿嘛，一个叫黄精膏，一个叫益智仁膏。那黄精膏大家都知道，这是补肺脾之气的，而且黄精是性平凉就是它的性质不会热而这个它是补气阴的嘛，而这个益智仁膏呢是性温的它的作用是补脾肾的就是它是温的，那边是凉的，这边是补脾肾，那边是补肺脾这是补脾肾之阳，那是补肺脾之阴。所以你看这阴阳放在一块儿，搭配的非常协调，就从肺到脾到肾都进行了补益我们当时就想说，这样2个东西搭在一块儿，如果您自己吃上午黄精，下午益智仁，对吧？如果家里面有人有偏性，说我这个阳气不足，那我多吃点益智仁；我这个容易燥热，那我就多吃点黄精，对吧？这2个之间呢，正好是搭配协调，所以这种方法呢就可以灵活使用，特别是这个益智仁。对这个老年虚损性的漏尿的情况，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益方法。您如果症状不重如果刚刚出现，您就用这种益智仁膏自服的方式，吃上1到2个月，您可以看一看这晚上漏尿或者运动之后漏尿的情况，看看它是不是明显的减轻了同时呢，也别忘了去做我们的提肛收缩会阴的训练。下面是重要通知。程凯养生说从头到脚学养生系列图书终于上市了，这是我们程凯养生说系列健康视频的同步图文版，我们精选了优质内容，希望能够成为您学习经络养生保健知识的参考书和学习笔记。这套书一共分为4卷，头面5官卷、脏腑卷1、脏腑卷2、4肢躯干卷，还附赠彩色图谱。